大家好，我是潇洒的人类。我在做上一期视频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话题，那就是怎么饲养中大型鹦鹉。因为我发现身边好多人在养小鹦鹉的同时，慢慢的开始想养一些中大型的鹦鹉。有些人甚至都没有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养宠物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有很多人会问，饲养宠物会是一个问题吗？那么我来说说我的看法。首先呢，中大型鹦鹉不是一般的宠物，甚至饲养难度在狗和猫之上。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就是它们是无法用敷衍的方式去饲养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，看到区别了吧？假如你只是想先养着，日后看情况再说，那你随便，这是你的自由。但是我还是需要提醒你，对鸟不好，而且非常不好，请认真看待生命。假如真的觉得自己能克服的话，那么下面咱们聊聊几个我个人的感触。首先，我个人短暂的呢养过3只大型鹦鹉，分别是灰鹦鹉和蓝眼巴丹。因为这3只鹦鹉都是朋友的，我接过来只是想感受一下饲养过程，看自己是否能够真的适应。大家也可以和我一样，试着先玩一下朋友家的鹦鹉，或者每天去朋友那里感受一下，尽量多与饲主聊一聊。其实我也是做了大量的功课之后才敢收养这3只残疾的鹦鹉。我将它分为了5个问题，考虑好这几个问题，你就能了解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养大型鹦鹉了。大型鹦鹉的寿命非常长，比如金刚鹦鹉可以活到50到70岁。你不仅在家养的是一只宠物，更是在做一辈子的承诺。想象一下，这可能是你人生中最长情的伙伴。同时你也要考虑清楚饲养的是什么品种，去了解一下它们的毛病和缺点。我之前说过，养宠物不要看优点，先考虑自己是否能够接受它的缺点，不然迟早有一天你会厌倦。大型鹦鹉的智商相当于5岁的小孩，需要很多的陪伴。假如你是上班族的话，那就把自己劝退了吧，尤其是在国内的上班族，大型鹦鹉就算了，除非一家人一起饲养。如果每天无法花足够的时间去陪伴它们，它们会感到无聊，轻则出现破坏行为，重则出现生命危险。它们的饮食很讲究，光是种子颗粒饲料肯定不够，你还要需要每天给他们提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，每天只是给他们准备口粮就需要好几次。假如你也喜欢吃水果，那还简单，你们可以分着吃。其实这个问题也算不大不小吧。大型鹦鹉需要很大的空间，尤其是笼子，最好有一个可以飞翔的区域。如果家里太小或者是太乱的话，可能不适合养它们。这里就有人问了，站架岂不是更好，空间又大？但是据我观察，晚上休息的时候在笼子里还是最好的。白天让他们在站架上无所谓，但是晚上休息在笼子里或者在窝里，他们会更有安全感。这个问题其实比较主要。大型鹦鹉的叫声都很大，当然也有安静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金刚鹦鹉的叫声。如果你住在公寓里，整栋楼都能听见它的声音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是每天能陪着它们，不让它们感觉到无聊，那这个也不是问题。其实噪音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养了大型鹦鹉之后最难以承受的地方，没有之一。这几个问题就是你要饲养大型鹦鹉之前要考虑的，请认真思考一下。先不说对宠物怎么样，对自己总得有个交代。想做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我收养了3只残疾鹦鹉，我也不知道该把它们3个叫什么名字。如果你有好的想法呢，请留言告诉我，让我也参考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改天见，拜拜。